今天主题我们聊聊啊，新能源车领域里面6万级起跳有哪些新车上了？那这个老产品起源 Q05，有人会说这是个老葫芦棒的电车了，但其实我们理性思考，在2026年的上半年，它反而是那个非常实诚的选择。先说一下这两天上市的新车，领跑的 A10。 入门的价格65800，有人会说哇，这辆车都好便宜啊。我们先说领跑和它的这个定位差距啊，起源的 Q05入门是69900，电池包呢确实不大，40度，但是呢领跑 A10差不太多，39度啊，这个我就不说了啊。但是级别不一样，这是紧凑级，轴距是2725毫米啊，车长超过4.4米，所以它的碰撞安全等级是按照紧凑级来的。领跑 A10是小型车，小型车是对撞标准和紧凑级和中型和中大型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很多消费者去买车的时候只是看这个车身尺寸，再就是领跑 A10只有2605毫米的轴距，它怎么可能跟它相比有更好的空间延展性？然后说这个车不是贵吗？好，我们再说电机马力啊，领跑是95匹马力，那它呢是163匹马力。还不谈扭矩，然后再说整个外观设计，有人说最低配是钢的轮圈，领跑 A10也是钢的，所以你会发现领跑的每一款车上市，总会用最低的价格、最吸引眼球的数字，以及能拿得出来所有的 highlight 的东西，告诉你我超值。比如说8155的车机，但是你会发现像什么 CarPlay 啊、CarLink 啊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以及它领跑 A10是标配了360度环境影像，但是没有盲区监测的功能，就是有些个配置功能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，但其实很费钱的，包括领跑的 A10入门连后排空调出风口都没有，对不对？甚至是手动空调。对，那 Q05全系标配了自动空调，后排空调出风口，包括盲区监测的功能。是我承认没有天窗，但是呢，它可能就贵那么一丢丢，它是个老产品，就显得很吃亏。而且呢，这台车是经销商模式，你到店可以谈钱。其实谈下来之后和领跑 A10没什么区别，就导致了其实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聊这个 Q05这个老车去聊这个话题呢？就是你会发现哦，有些产品还是要看看那种踏实造车的主机厂一步步产品规划来的。我承认长安起源这个品牌走了一路跌跌撞撞的，但你发现没？过去的2025年 A06啊、Q07啊，包括 Q05，它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新意的产品，它可能价格并没有极度的卷市场，但是你实打实看到肉眼值钱的配置功能、更高的功率、更大的电池包以及更加有成本的配置是给到你的。好了，上车给大家聊聊为什么我说起源的 Q05是一个老产品，但值得26年再来看一看，因为它的设计最起码是原创的。来坐进 Q05的车内啊，我为什么一再强调长安的车的设计都是原创的？这一排实体按键、快速出双、自动空调，然后呢，入门的最低配我承认配置不高，定速巡航、倒车影像，但是有盲区监测，然后是钢轮圈，但是最起码 CarPlay、豪越 HiCar、CarLink 都给到你了。然后我们再说内在的一些小设计点，这种复合材料的运用，对吧？做一个环抱的感觉，包括这个对撞的一个座椅风格，在终端这个价位里面，它是有一个整体感的。起源 Q05 你会发现，哎，和 A06 和 Q07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我就是有点圆润可爱的感觉，而且我保留了2725毫米更长的轴距，理论上也是更好的后排空间表现。来吧，再看看 Q05 的后排实际乘坐表现，对吧？还是拿个手机举例子啊，置物网兜全部都是实用的功能，对吧？包括手机可以放在这儿，这些小空间功能，你要知道，这是25年上市的车，在26年的上半年依然是有一些空间实用性优势的，而标配了后排空调出风口啊，中央扶手也给到位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，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买车陷入了一个误区，就是先看价格，然后再看我的纯电续航。就是那 CLTC 续航，我记得大家其实仅供参考，对吧？什么300、400的入门什么的，也是我们这帮从业者动不动就说，哎，天塌了，这个多少续航，把电池包拿出来，电机功率拉出来比一比，对。所以我觉得这台 Q05 反而像一面照妖镜一样，25年上市的车，26年有很多新产品出来，表面上说我要逆天了，但实际呢，它只是换了一个包装，让消费者去一眼去记住它，但实际到店体验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大家花自己的钱做自己的选择。我只是告诉你，起源 Q05 是个老车了，但是6万9千9的入门的价格到店还能谈，反而会更有市场诚意一些。